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飞花入梦仙境毯爱丽丝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毯子由主体、钩边和装饰组成。先进行主体的制作，完成后进行钩边，最后制作和安装装饰。往下，我先讲解一下主体织片的钩织方法，后面在讲解钩织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情况，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，之后再参考图纸进行钩织。我先介绍一下主体的钩织方法。主体采用对角线钩法，来回往返钩织，分成了加针区和减针区两个区域。中间通过不断加入新线和换色，来勾出对应的图案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和引拔针，请看我演示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3针，接着钩第一排，3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4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1根线，依次钩3个长针，这里把3个锁针、3个长针当做一个花样，第一排只有一个花样，第一排完成。往下钩第2排，首先起针钩3个锁针，往返钩织需要把织物反过来，逆时针方向翻转，然后挑这3个锁针钩一个花样。先钩3个锁针起立，此时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，调锁针对应的最高位置半针，也就是凸起的小横线上方1根线，一一对应钩3个长针。如果找不准位置，也可以从锁针的正面来数。
完成后，一个花样就完成了。往下穿入第一个花样，起针位置，在其旁边的大洞，也就是这里，穿入大洞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在这里继续钩一个花样，3个锁针起立，挑同一洞眼钩3个长针，这一排钩了2个花样，第2排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排，先起针钩3个锁针，然后翻转，挑这3个锁针位置钩一个花样，同样这里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，挑最高位置半针入针钩织，完成后挑相邻花样，起针与长针的缝隙，也就是起立针旁边的洞眼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挑同一个洞眼钩一个花样，完成后继续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处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这里钩一个花样，第3排完成，这一排钩了3个花样，可以看出这一排的纹理与第1排对应，这是织片的正面，长针的纹理比较整齐。往后区分正反面时，可以参照纹理，同时起针线头要位于右下角。接下来钩第4排，方法与之前一样，先起针，然后钩一个花样，完成后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引拔，继续钩第2个花样，后面花样位置对应钩花样，花样之间一针引拔针过渡，继续往下钩织，
勾完最后一个花样，第4排完成，这一排勾了4个花样。往下按照图解继续钩织加针区的剩余部分，这样加针区的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一下钩织织片过程中会遇到的几种情况，下面我用小样进行讲解和演示。我先讲解加入新线的方法，有2种情况。我先讲第一种，一排的起始加入新线。请看演示。上一排边缘花样最后一针完成后，拉到线圈，我们将织片从线圈中穿过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在边缘这个长针针目入针，将线勾出，调整线圈大小，用新线起3个锁针，然后翻面，开始钩花样。这样边缘换色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第2种，一排织中需要加入新线，请看我演示。我们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片的反面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结，钩针穿入缝隙处，将线勾出，接线的线头放在反面，然后钩一个花样。钩花样时，可以将接线的线头包裹住钩织。这样一排织中加入新线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演示相邻花样换色需要留线的情况有2种，先讲第一种，在这个色块相邻周围，也就是上方或者左侧需要用到同色线的情况，请看我演示。这个色块完成后不断线，钩下一排时用这个线就直接将线拉过来钩织花样即可。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物的反面，上一根线稍微拉紧，拉过来的线不要太紧，拉过来的线在钩花样时包裹进去。
这样第一种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第二种。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，但是在左下方间隔一个花样，或者左上方会用到同色线。我们将这个线直接拉过来钩织即可。第二种情况就讲完了，这样相邻花样换色留线的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讲解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。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，但是在左下方间隔两个花样或以上会用到它。我们可以将线预留15厘米，然后剪断。钩花样时重新接线即可。然后我演示一下断线后藏线头的方法。换色部分，先将线头从上方的这个辫子处勾出，稍微拉紧，这样相当于打了一个结。剩余的线头藏在织物的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。如果想要更加牢固，可以将线头分成2份。将其中一份从相邻位置勾出，2个线头打死结，剩余线头在一起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。其余线头除起针的线头外，分别藏到织物里面。接线的线头继续在织物里面多藏几针。这样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解一下一排里同色块较远，也就是中间间隔2个花样及以上的情况。为了方便钩织，可以在其中一个区域重新接线。一个线团有2个线头，表面和中心各一个线头。这里遇到只有一团线的颜色时，就使用另一个线头来接线。有多团线的颜色，可以重新使用另一团来接线。先将前一个颜色的线头放于织片背面，然后拿起对应的线，接线即可。这样一排里同色块较远的处理方法
就讲完了。下面钩织减针区，对角两端都需要减少花样。开始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转，在下方花样处引拔，然后钩一个花样，后面继续一一对应钩花样，一直钩到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。钩完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，后面不继续钩织，进行引拔，这样首尾都少了一个花样，这一排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下一排，同样的方法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后在下方花样处引拔，并钩织一个花样。接着一一对应钩花样，钩完最后一个花样里侧，这样这一排就钩好了。往后直接按照前2排的方法继续钩织，一直钩完最后一排。完成后，这里最后一排只有一个花样，钩完后挑相邻花样引拔即可。最后再钩3个锁针，翻转，挑下方花样引拔。完成后需要断线，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预留1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，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这样减针区就讲解完了。这样织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进行毯子钩边，是围着钩好的主体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钩好的织片，找到起针线头这一侧最上面边缘这个花样，整个挑起这个花样的锁针，开始接线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花样
这3个针目上依次钩3个短针，包裹住整个锁针钩织。后面就是按照这样的演示，大约每2个花样钩出5个短针的规律，钩完这条边。最后调锁针，钩2个短针，这样这条边就完成了。完成后，拐角位置钩1个短针，入针位置没有要求，根据自己喜好即可。后面拐角都需要钩1个短针，边就按照前面边的演示，每2个花样钩出5个短针，遇到长针就整个挑起长针钩织，遇到锁针剩余的2根线就挑，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织。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，稍微拉紧，这样钩边第1圈就完成了。断线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取出新线，在第1圈倒数第2针开始接线。立3个锁针起立，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，继续在左侧针目上钩3个长针，钩在同一位置。这样拐角位置就钩好了，后面遇到拐角位置就按照这里的演示钩织，边就是1针对应1针钩长针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1个引拔针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后面圈数大家按照图解一直钩完即可。注意最后1圈会遇到一个新针法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的钩织方法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2个短针，这样短针加针就讲完了，这样钩边的钩织演示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装饰分为星星、爱心、字母、人物五官和内衬缝合。先学习星星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首先环形起针，
起针完成，接着钩第一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顺做1针长针，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钩11个长针，完成后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织。这样第一圈完成，下面来钩第2圈，立1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1个引拔针，注意不拉紧，接着钩6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依次钩1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完成后，下面空2个长针，在第3针上钩1个引拔针。我们将第1个引拔针后面的针法到长针结束，看作一个角，后面需要再钩3个这样的角，角与角之间钩1个引拔针连接，注意不拉紧。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结尾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这样一个星星就钩好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解，将剩余的星星也完成，这样星星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进行缝合，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大家对照样品图，在对应位置进行缝合。我这里位置随机，五角星正面或者反面朝上都可以，根据自己喜好决定。我这里正面朝上，毯子正面也朝上。缝针先调毯子表面的几根线缝合，注意线迹不要漏到毯子反面。然后再挑星星背面边缘1到2根线缝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缝完这一圈。
最后打结藏线。这样一个星星就缝好了，大家将其余星星也缝好。接着学习爱心，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第一部分完成后再钩织第二部分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、中长针，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立2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线圈里依次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织方法是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线圈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长长针就钩好了，继续再钩2个长长针，完成后接着钩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挑下方短针针目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对照图解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3个长长针，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最后在线圈里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线头用于缝合。收紧起针的线圈，这样爱心的第一部分就讲完了。第二部分先钩3个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挑下方短针针目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。完成后，挑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结尾断线缝合。这样第二部分就完成了。缝合方法与前面相同，爱心正面向上。这样爱心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字母，
有好几种字母。针法前面都演示过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完成后进行组装。A 是取出钩好的3个织片，短的这个织片放在左侧，中长针的这个织片下方压住，横向放置。这2个长的织片拼出这样的形状，然后进行缝合。缝合方法前面也演示过，大家将它缝好即可。后面字母就都按照成品图进行摆放，注意 C、E、S 这3个字母凹出形状。大家将它缝好，这样字母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人物五官，分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泪耳和脸蛋。钩织方法和缝合方法前面都演示过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，完成后进行缝合。注意，脸蛋是反面朝上，其余是正面朝上。这样人物五官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缝合内衬，在反面缝合。我先讲一下注意事项，然后再提供一个缝合方法。首先，内衬布大致固定在钩边第2圈偏下一点位置。接着进行固定。固定之前需要将材料包中的内衬布水洗熨烫一下，洗去浮色，并进行预缩水，并在毯子反面对毯子进行熨烫定型，然后再缝合。大家先看我演示，之后再进行缝合。我先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固定方法。将毯子的反面朝上平铺放好，再将内衬布平铺在毯子上面。内衬布要将毯子全部覆盖起来。实际毯子较大，为了方便缝合，可以先用珠针将内衬布和毯子固定一下。没有珠针也可以用别针代替，或者也可以用线临时固定。实际一定要多选取一些位置做固定，以免缝合不平整。先固定4个角，再固定4条边。最后固定中心位置。固定好后，先修剪内衬。裁剪位置没有要求，只要内衬布四周比缝合位置边缘长3厘米以上即可。
这样毯子和内衬布就固定好了。下面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先将横向对应的内衬沿着边缘向里折叠，我这里是沿着钩边边缘向里折叠，具体位置根据个人喜好。使内衬四周与钩边第一圈大致齐平。接着进行缝合。我这里剪了一根1米的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缝针。具体缝合线请参考图纸。将线对折，末端打结，在任意一条边上开始缝合，将针穿入任意一个拐角位置的偏右侧一点，靠近缝合边缘位置进行固定。从缝合位置入针，线头拉出一部分，穿入线尾预留的线圈，拉紧并固定好了线头。这里采用卷针缝的方法，针穿入织片，挑钩边第一圈的反面几根线，和内衬布边缘位置缝一次。注意线不要穿到织片正面，稍微拉紧，间隔一点距离穿入织片第一圈反面的几根线，和内衬布边缘对应位置再缝一次。
稍微拉紧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将这条边剩下的缝完。边缝边调整位置，防止缝歪。到了拐角位置前，将下一条边内衬边缘也向里折好，继续缝合。边缝边调整位置，注意不要缝歪。角的位置入针距离可以稍近一些，将它缝合的服帖一点。角的位置缝好后，按照这个方法继续缝合。如果遇到线头不够用的时候，先在反面将线头打结固定。再重新取线缝合。继续将这一圈缝完。完成后，可以顺着缝合位置边缘固定，并藏好线头。这个就是内衬布的缝合方法。为了使毯子更加平整，可以在毯子反面对毯子再次进行熨烫定型。
到这里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